声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。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才忘了夜多漫长。掌心的泪我到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。落花满天，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。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30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。风起起，雾茫茫，雨滚滚，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同往。牵着手，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。手牢牢不放，爱念念不忘，人生何须多辉煌。浮华的终成空，执着的都随风，情路何须多跌宕。要遇多少风浪，心不再摇晃，一起细数着过往。陪你等风停了，雾散了，雨住了，雪化了，再见绝美月光，还有我在你身旁。陛下，九儿，你陪九儿回来，九儿很开心。可是你全身都淋湿了，九儿也很难过。我们以后等雨停了再走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假的。什么假的？我叫你陛下是假的，你是帝君，东华帝君。你还是这样好看，你在凡间的样子有些丑。是吗？本帝君会丑吗？逗你呢，你什么样子都好看。我喜欢你好久了，我为了你，连尾巴都割了。在梦里，在梦里你也该还我了吧？
深的爱着，就算没有。不要告诉他，我曾来过。那思念也会追满月色，融进泪的温热。爱上你那一刻，也许没有结果，我也无怨无悔的为你执着。昨夜果然是一场梦。你醒了，小傻瓜。不许再做傻事了。竟然敢把自己的尾巴断了，还好有折颜在，要不你就是我们青丘一族第一只8条尾巴的小狐狸了。我爹跟我说过，九尾狐的尾巴有很多用，所以我想试试，它能不能在3生石上刻上我和帝君的名字。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，现在什么都说不出，只能叹气了。姑姑，你猜我昨晚梦见谁了？反正肯定不是我，对吧？今天就让米谷陪你回狐狸洞好好休养。等我把师傅闭关用的丹药炼完了，我就回去陪你。不许再做傻事了啊！姑姑，你放心，断尾过一次，就仿佛死了一回。有些事情，忽然我就明白了。突然瞧不上他了？不，来日方长，我肯定会找到办法的。心奴，你看，像不像？像，如今已经有9分像了。娘娘。这是本宫用仙法幻化出来的，撑不了多久就会消散，和当初夜华想用劫魄灯造出来的不同。娘娘，您费了这么多日子造出这个来，又有何用啊？让他在凡间陪着君上历劫。娘娘的意思是，让他去凡间陪君上。我不是和你说过，那个白浅和我一样，最大的弱点就是爱上了夜华。只要爱上夜华，就一定会妒忌，和我一样妒忌当初素素和夜华的种种。我要让那个白浅知道，他不过就是素素的替身。青丘上神又如何？到头来，还不是做了这个死去凡人的替身，和这个木头人没什么区别。娘娘是想让他扮作素素的样子，陪在君上身边，
让那个白浅难受。不错，我当初对素素有多介意，白浅就会有多介意，这和是不是上神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从今日起，日日守着这个女人。若是看到白浅上神去看望君上，立刻来告诉我。是。抬起头，让我看看你。那个女人可不是像你如此温柔，她性子可刚烈得很。不过没关系，君上在凡间已经失去了所有记忆，不会记得那个凡人如何。你从今日起就叫素素。是。我家少爷刚中榜首了！我家少爷给大家发喜饼了，大家过来领一下吧。你来了。官人，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，你虽与他很像，却不是他。官人，可不可以请您发发善心，将我买下来？我现在需要一笔银钱，去安葬家父。既然小女和官人心中的那位女子极为相似，可不可以看在这缘分上，帮帮小女？少爷，我们回去吧，像这种人大街上多的是。官人，你拿着吧。谢谢官人。你家中还有其他人吗？没了，再无其他人。那你将你父亲安葬完，就来我府上吧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家少爷是状元郎，怎么会骗你？谢谢官人。你在这炼丹房一待就是6日，闷不闷？为师傅炼丹怎么会闷啊？16师兄，你还记得我们刚拜师的时候吗？怎么会不记得？你我同时踏入大殿，同时想要拜师，就为了谁做16，谁做17，还争了好久。哎呀！说起来，师傅还真是偏心。虽说叫我做了师兄，却把刚才练好的玉清昆仑扇给了你。你呀，就是命好。你还说，不就是因为那把扇子，我叫了你9万年师兄，你还觉得自己亏了17，没什么。怎么啦？想说又不说了。一副丢了心肝的样子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么没心没肺的人，怎么会有这种时候？对你这么没心没肺的人，怎么会有把一颗心挂在别人身上的时候？
16师兄。16师兄，你起来，你没事吧？到底怎么了？上神就是上神，你这一掌也太厉害了，我险些命丧当场。我这一掌不过与你开玩笑的，而且你的修为7万年前就不应该这么低了。这7万年，你就算再懈怠，也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关你事。好，你不想与我说便别说了。但是我猜，应该是因为你那露水情缘吧？还真被你说中了。他长得好看吗？比你好看。真的？在我心里，比你好看100倍、1000倍。不与你说了，明日师傅就要闭关了，师兄们也都各自要回任上了。你呢，16师兄，打算去哪儿？我要去无望海。无望海，那不是天族安葬的圣地吗？你去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终此一生，为天族守墓，直到灰飞烟灭，身归混沌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墓有什么好守的？你不懂。当一个人再无所求的时候，你让他干什么都是一样的。再说，这是我曾经对上苍立下的誓言，只要上苍能够成全我当时的心愿，我就要在无望海度过余生。师兄，你别问，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师傅，徒儿错了。喝了这么多酒，哭出来才好，否则郁结进肺腑，就可惜我这些好酒了。师傅，这是之前折颜炼好的丹药，师傅，你一道带入洞中吧。师傅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你跟夜华的大婚定在何时？10月小阳春，桃林尽开，是个好时候。知姬，等你入了天宫，你便是太子的人。天宫不比昆仑虚，有许多繁琐的礼节和规矩。你要记得收敛自己的性子，不要再闯祸。之前在昆仑虚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闯祸，都是师傅您替我担着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一直放在心里。师傅您放心闭关吧，之后夜华他会照顾好我的。
一定不会再让我闯祸了。我还等着师傅您早日出关呢，最好能赶上我们的大婚。到时候，我一定为您磕个头，奉上一盏新茶。好。那，师傅，我先告退了。 好了，就到这儿吧。师弟啊，这是何苦为难自己啊？我可是昆仑虚的弟子，墨渊的徒儿，自然是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。再说了，那无望海是何等清静的地方，最适合我修行了。17，你和太子那杯酒我就不吃了。 但你有什么需要师兄我舍命的地方，尽管来无望海寻我。乌鸦嘴！师兄们都已经回到任上了，这昆仑虚就拜托二师兄了。我也不说废话了，走了。 都回去吧。还愣着做什么？二师兄，我也还有事，我就先下山了。17是思君心切了吧？对了，我这有个东西给你。大师兄早起走的时候，让我把劫魄灯给你，说你忘在西海了。 劫魄灯，要不是大师兄帮我拿回来，我险些忘记了。这终归是天族的圣物，要归还的。嗯。在师傅闭关的这段时间里，就辛苦二师兄照应了。瞧瞧，假客气了不是？那不只是你师傅，也是我师傅啊。如果昆仑虚有什么事情，一定要来青丘找我。 我就先走了，二师兄。算来夜华如今已该18岁了。 不晓得夜华在凡世里这般年纪，会是什么模样？啊，这位小哥，啊，柳家公子可在？你找我们家大少爷？对，我找赵哥，他在吗？不在，他早就搬走了。这里不是刘府吗？他能搬去哪儿？自然是出去独自立府了。他才18岁，就独自立府了？ 我们家大少爷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神童，12岁就入了太学。5年前，皇帝爷爷开恩科，少爷随便一考就中了个头名状元。从翰林院编修平步青云，如今已经做成了户部的尚书大人，真是天纵奇才啊！姑娘，你若是寻他，就要去尚书府了。夜华，你还真不愧是天族太子，就连在凡间也是寻常人比不上的。 大人，为了今夜这枝桃花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大人近日咳嗽得越发厉害了，郎中都说了，大人您
不要过度忧思了，不然会伤了身体的。我不是忧思，我是相思。6日不见，他当我的定情物白送了，果然给我惹了乱七八糟的情债。夜华，夜华，你丈夫不是不让你出竹林吗？夜华。 多日未见上神，素锦在此给上神请安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此处？上神可是糊涂了，这隐身的术法本就是个障眼法，障得了凡人的眼，却障不了神仙的眼呀。方才我在云端看见此处金光闪闪，下了云头来寻，果真猜得不错。 你又怎么会在此处？君上一人在凡间历劫，素锦担心君上寂寞，就特意做了个他心心念念的人偶陪在身边。今日下来，就是专门来看看这个人偶，他将君上照顾得好不好？我刚才没注意，竟没看出这女子是披了人皮的人偶。你有心了。 上神可知，素锦是照着谁的模样做的这个人偶？上神可听说过素素这个名字？你说的是阿离那个跳了诛仙台的亲娘？ 不过上神无需介怀，如今君上他只是个凡人，他是看不出他对面坐的是个人偶，能让他得一个成全，把心心念念的梦想给圆满了。待君上回归正身，依照君上的脾性，就算这个人偶长着素素的脸，他也是不会把一个人偶放在眼中的。你这分明是告诉我，夜华他现在。 已将这人偶放在眼中，你就不怕夜华他回归正身的时候，想起你诓他这一段，怪罪于你吗？啊，素锦不过是做了个人偶，放在君上府前的街市上，是君上一眼便相中了他，将他带回府中。若日后君上怪罪素锦，那素锦也无话可说了。 可见，若真是将一个人刻进骨子里的喜欢，那即便是喝了幽冥司明主的忘川水，也还是能留得印象，转回头再爱上这个人的。这件事情，你倒是很有体会。素锦对君上一往情深，这九重天上的人都很清楚，自然是深有体会。对了。 上神可知道，君上这300年来一直在用劫破灯，劫素素的气息。这件事情本上神自然清楚。素锦，在这些小辈中，你最识大体了。我看你这人偶做的倒是细致，你也真是用了心了。 有他照顾夜华，我也省了不少麻烦。他日夜华回归正身，想要怪罪于你的时候，我也会替你说几句好话。素锦谢过上神，那素锦先告退了。
夜华，那日夜里我问你可否记得我，你全然没了印象。可即便是喝下忘川水，你却忘不掉阿离的凡人娘亲吗？你不是在昆仑虚吗？怎么忽然来桃林了？四哥，你可晓得阿离的凡人娘亲？我倒是听折颜提起过，他仅在天宫与这个凡人有过一面之缘，后来听说早就去了，留下小天孙一个人。怎么，你没问过夜华？我自打知道夜华爱过一个凡人，我就一直不想提起这件事，所以没有问过他。这人都没了，你还计较什么呀？我也觉得同一个死人置气很没意思。那你还哭丧着脸干嘛？四哥，夜华最初同我说他喜欢我，他说我便听着，可从来没有想过，这四海八荒一众女神仙里，他为何偏偏瞧上我？瞧上就是瞧上了，情爱这个东西哪那么容易猜想啊？这东华帝君明知道他和凤九没有缘分，为何还要和凤九在凡间牵扯呢？四哥说的是，但是后来我也喜欢夜华了，我们两情相悦，我也没想着再问他这个问题。现在仔细想想，我在东海第一次见到他，他就把我认作了团子的亲娘。四哥，您说如果夜华喜欢我，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，那我跟一个替身有什么区别呢？夜华爱那个凡人爱了300年，这300年来，他一直都情深似海，从来没有变过。怎的一见到我，就移情别恋了？我与夜华也仅有过数面之缘，若论了解，你理应了解的更深一些。他对你是不是情真意切的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你自己难道就没有感觉吗？要不是今夜，我看到夜华与团子娘亲的人偶如此亲近，我是还可以骗自己，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。我爱夜华是因为我爱他这个人，但如果夜华爱我，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，他对那凡人的相思不得，转而求其次才找的我，他这种抬爱，我实在受不起。你还是活得太短了，有些事情深究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仔细想一想，夜华平时待你如何？你再仔细想想，与一个死掉的人计较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是，我不该活得这么糊涂。小五，哎，丫头，你干什么？怎么一阵风一阵雨的？前一阵子不是顺风顺雨，又要嫁人，师傅又回来了，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吗？这天祖果然是和我们青丘相克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唉，不知道，这小儿女之间纠缠的心思，搞不懂。不懂就对了，让他们自己去瞎折腾吧。
先把药喝了，熬了3、4个时辰。又吃药？你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在昆仑虚下棋赢了你，故意往药里放了什么特别苦的东西吧？真真呐，真真，从懂事开始就总是喝药都是这样，老说我在里边放了特苦的东西。那特地跟昆仑虚弟子讨的上好的桃花蜜。你把我当1岁娃娃哄啊？吃药配花蜜？好吃。娘娘，如何了？白浅上神亲眼看到那个人偶和夜华在一起，虽然看着很是淡然，却瞒不过我的眼睛。那个女人的弱点，终于让本宫找到了，让她离开君上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恭喜娘娘！去给我倒杯热茶。是。姑姑可要用膳？若说我会有不恨你的一日，怕也就是今日了。君上爱你入骨，想必你也不想看他娶旁人入这洗梧宫吧？素素，娘娘，若是君上回来，小的娘娘做个人偶骗他，怪罪娘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哼！我这一族7万年前是为了天族被灭，退1万步，君上还需要留下我来稳住各分支部族的首领。有天君在，有这么多分支部族的首领在，放心，本宫不会有事。是。姑姑从十里桃林回来了，这都睡了2日了。是啊。姑姑。啊，姑姑，抬点酒进来。
酒来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几日前，我问夜华认不认识我，他说他不认得。然后呢，过几日，他就将另外一个女人带回家了。姑姑，太子殿下喝了忘川水，记不得姑姑也是应当的。记不得？那你可知道，他带回去那个女人，长得与团子的亲娘一般无二。素素，你也知道素素？我当初在天宫的时候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姑姑，太子殿下在天宫用劫魄灯造素素的骨血时，我以为姑姑心大，不会计较。不计较，那是因为我傻。我觉得前尘往事嘛，不必太在意。直到今日，我看到他不认得我，却认得那个女的，我才知道，他放不下的是旁人。不是我。相认，就让情分落九尘。凉凉是雨，何时还会春生？又见树下一盏风存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别让恩怨爱恨凉透那花的春。无声远，前尘。